午夜时分，我从梦中惊醒，准备前往卫生间。朦胧中，我瞥见窗外2只鬼在窃窃私语，一个声音稚嫩而清脆，大家都睡了，好无聊啊。另一个声音则成熟而神秘，别急，你看，不是有个夜猫子刚刚醒来了吗？第二天，我的舍友婉婷占卜预言我将遭遇不幸，甚至可能死在水中。我半信半疑，但内心的不安驱使我向她坦白了前一晚的遭遇。婉婷脸色大变，告诉我那不是送财，而是水鬼寻找替身的诱饵。另一个室友小雨不信邪，偷偷去了栈桥下，竟然真的找到了一个装满100元大钞的黑色塑料袋。我与他争论这笔钱的归属，婉婷却告诉我，我的八字显示没有偏财运，去拿钱可能会丧命。我愤怒地反驳，但婉婷坚持说水鬼是在勾我的命。小雨得意洋洋地买了新手机、电脑，甚至香奈儿包包，还给我和其他舍友买了 Prada 口红。我感到愤怒和无助。小雨搬进了豪华公寓，临走前还嘲讽我说我的贪婪会影响他的财运。夜晚，我再次听到那2个鬼魂的声音，他们讨论着一个更大的财富秘密——湖心八角亭下的10根金条。我心中暗喜，决定冒险去取。但婉婷挡在门口，警告我水鬼不会放过我。我坚持要去，婉婷则拿出手机，上面有一则新闻，报道了3年前一对母女在湖中溺亡的事件，他们的轮廓与我见到的鬼魂相似。婉婷的眼神突然瞄向窗外，她低声说，如果她泄露了鬼魂的秘密，我们都会死。我感到绝望，但仍然提议一起去取金条，平分财富。婉婷拒绝了，坚称那里不可能有金条，谁去都得死。第二天，珊珊神秘失踪，学校里传言她在湖中找到了金条。婉婷解释说，水鬼故意散播谣言，为了让我和小雨产生矛盾，以便下手。我虽然不满，但也感到一丝道理。婉婷突然收拾行李，告诉我水鬼找替身会有3次机会，他们还会再来，而且下一次的赌注会更大。她决定离开，以避免多管闲事。我心中五味杂陈，不知道婉婷的离开是福是祸。过了半个多月，那2个鬼魂并未出现，我开始焦虑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再次出现，坐到了我的床沿上。小女孩提到孟婆节，孟婆会卖一种特殊的奶茶，鬼喝了能升仙，人喝了能得到，我能要回8字。中年妇女急忙阻止她，然后他们消失了。我决定去孟婆庙寻求庇护，但那里的荒凉让我感到不安。一个驼背老太太出现，递给我一杯奶茶，我差点喝下，却被一个突然出现的老道士阻止。他告诉我那是水鬼的师父水。老道士给了我一道符，让我滴血在上面，并指引我找回自己的8字。我回到宿舍，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，反而更加困惑。在绝望中，我去找婉婷，她让我倒着走上楼，以摆脱水鬼。当我准备进门时，水鬼警告我不要倒着走，婉婷坚持让我倒着走，声称这是唯一的生路。我闭上眼睛，决定相信她。她用我的血激活了一个古老的龟壳，我恢复了生机。我没有回宿舍，而是去了宾馆。小女孩小雪和她妈妈出现，告诉我他们是来报恩的。我们面对婉婷，她被雷电击中，魂魄化为厉鬼，但最终被小雪的妈妈击败。我让小雪借用婉婷的身体重生，她感激地拉着我，带我来到了一个藏有大量现金的山洞。我紧紧抱住小雪，感谢她，她却叫我妈妈，让我瞬间愣住了。